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9月7日晚间21点02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表现啊，道琼斯工业指数在经过这轮的下跌之后，目前处在什么位置呢？我们看了啊，道指日线级别啊，目前它已经完成第一轮的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第一轮下跌西游之后，继续往下走，目前处在第二轮下跌西游的一个悟空阴线的位置。那么我们对下方就有八戒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在日线级别第二轮下跌西游的预期之下，我们看周线级别目前走出了悟空阴线、八戒阴线。现在本周啊，今天已经是周三了啊，它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的沙僧阴线。这样呢，它最终完成周线级别的对称性下跌呢，我们看空道指到29,653附近啊，也就是前低附近。那么这轮行情，道指走出了一个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然后周线级别反弹，那么目前有一个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预期。这种情况呢，在道指分时下跌、日线下跌的情况下，比特币昨天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那比特币的冲高呢，主要是因为比特币在这个周一啊，本周一和上周六周天啊，美股3个交易日停牌休息的情况下啊，它出现了一定的反弹。那比特币的下跌呢，同样受到了美股影响。我们看到了美股在昨天晚上9点半开盘之后啊，一路下探，虽然中途有反弹过来之后啊，但后面的行情也是不断的往下走，特别是在凌晨23点10分之后啊，道指的行情一直往下走，所以呢，带动了比特币啊跌破了这个收敛三角形啊，跌破了最近以来形成的啊小日线的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它是由波峰连线、红色的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啊。跌破了这个三角形之后呢，在日线级别上，比特币出现了什么呢？比特币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啊。这个下跌西游，我在前面的行情当中，在最近12个交易日的行情当中反复提及，特别是在震荡过程当中，我反复提及日线级别的唐僧阴线最终会出来。那么我带我的 VIP 群的朋友们啊，吃到了这个唐僧肉。那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呢一直在听我的节目的话，也会吃到这个唐僧肉。这个唐僧肉是怎么来的呢？原因是啊，8月19日的这根阴线，标志性的阴线，这个跌幅呢达到了10%以上。这根阴线呢完全跌破了前面反弹行情当中啊，前面42%的反弹当中形成的收敛结构。这个收敛结构呢是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连接过来的啊，起始位置呢是17605低点，这个位置就是本轮熊市行情最低点啊，反弹幅度达到42%之后，它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结构啊，白色线形成的这个三角形结构。8月19日这根阴线出现之后，我们认定8月19日这根是标志性的阴线，也叫悟空阴线。后面围绕标志性阴线震荡呢，是悟空阴线所遇到的妖怪啊。这组悟空阴线走完之后，走八戒阴线，然后连续12个交易日走了一个沙僧阴线。我们说了，沙僧阴线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在这个人生K 线过程当中跌宕起伏，很多人都犹豫摇摆离场，甚至去做多。但是呢，行情最终给了我们一个正确的答案啊，就是整体的行情在日线级别上，比特币在日线级别上处在一个熊市当中。这个熊市呢，出现了一个17605的反弹，17605的低点出现之后42%的反弹，然后下杀过来，出现了我们预期的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唐僧阴线，也就是今天出现的昨天出现的这根阴线啊，这根非常重要的阴线也叫唐僧阴线，跌幅达到5%。那么行情已经到达我们的目标位啊，我们的目标位呢昨天给出来了啊，最近一段时间也一直在给这个目标位啊，这个目标位呢就是在19000美金到18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那我们看到了低点是在18549啊，18500美金附近，这个位置呢是非常关键的这个位置。为什么说关键呢？因为我们在前面行情当中啊，通过连接波谷连线，也就是连接17605低点这个波谷的连线，我们看到了
它的第一低点呢是17605，那第二低点呢是接近19000这两个低点连接过来之后正好打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低点附近，也就是18500美金附近。这样的话，行情3点连接过来的这条线有可能形成一个支撑位这个支撑位呢，在行情当中会让比特币出现一轮反弹，但是这个反弹的目标呢，我们是看到23500美金附近。为什么看到这儿呢？因为在上方它还有一个结构，上方这个结构呢是从今年5月份震荡过程当中波峰连线连接过来的一个黄色线这个线出现之后呢，让我们对下一波行情有这样反弹预期这个反弹预期大概是在23000到23500这样的一个区间，反弹幅度呢大概是在25%左右24%到25%左右。那我们观察到了目前行情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一整轮的包括8月19日这个悟空阴线一整轮的日线级别下跌吸筹。那我们说了行情当中有这个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这个东西存在。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美股在这两轮下跌这两轮日线级别下跌过程当中第二轮日线级别下跌刚走到一个悟空阴线嘛，但是这个位置呢已经进入到31000点道指的31000点的这个筹码密集区，所以呢它有可能出现一些震荡，在这个震荡过程当中呢，会为比特币的反弹提供一个温床但是呢这个温床还没有出现的话，我们作为多空两方面军应该耐心等待。如果这轮行情真是在日线级别跌破了17665直接往下走的话那我们目前的空单呢就可以不减仓，可以继续跟着走。那如果行情当中出现一种情况我们就要改变这个空头的思维。什么情况呢我认为是它如果能够出现一根4小时级别的阳线，并且这根阳线它的振幅呢应该是在5%以上出现一个标志性的4小时级别阳线，那么行情就有继续往上走的可能性所以呢当前行情是非常关键的。对于多空来说这个位置呢，我们在结构上是能够看到有反弹的可能性的刚才我提到了日线级别它出现了一个日线的下跌吸筹，然后结构上有支撑，就有可能出现4小时级别反弹目标是25%但如果行情没有出现这个4小时级别的反弹，行情接着往下走，跌破了我们前低17665这个时候就要坚定我们的空军坚定我们的空头熊市嘛，以做空为主但是我们要对这里面有一个判断所以呢今天晚上的行情非常关键，我认为必定呢也非常精彩，就是针对18000美金、17000美金这个区间的一个争夺战但是呢这段行情呢，我更多的偏向于内心里面偏向于多头能够有一轮反弹因为它到这个位置了为什么说我偏向于多头能够起到反弹呢刚才我说了，结构上有这个时间周期切换、方向切换的这个理由上有，还有第3点就是在18年的行情当中，在16年的行情当中在15年的行情当中就是熊市的开始的这2个年份就是比特币3轮熊市嘛分别是15年、18年和今年前2轮熊市的第1年的过程当中，第1轮的跌幅都是70%前2轮的跌幅都是70%。那么本轮行情就是第3轮减产完事儿之后的熊市，目前最大跌幅是在75%我们有理由相信70%的跌幅，也就是2万美金附近的这个位置有可能支撑得住。
直到10月以后啊，接近11月，我们看到这个焦点位置是在12月啊，近焦点位置上可能发生跌破啊，所以呢，10月底、11月初的这个行情当中，有可能跌破我们目前来看正在酝酿的一个有可能酝酿的一个平台。所以呢，行情走到这里啊，出现了一个极端行情。这个极端行情指的是昨天晚上跌幅达到5%的这根唐僧阴线，比特币的唐僧阴线来看的啊。即使是这样的行情当中，行情依然有希望存在啊。我们刚才结合了几个点啊，一定要记住啊，一个是时间周期切换、方向切换，一个是结构上啊，再一个是美股在当前的位置上。打到了一个31000美金的31000点的，不是31000美金啊，道琼斯工业指数31000点的筹码密集区，到达这里之后呢，美股容易出现震荡，比特币容易出现反弹，所以呢，我们对19000美金附近的目前19000美金附近的比特币对它有一个反弹的预期对它有一个反弹的判断和预期。那么以太坊我们看到了以太坊在不断接近前高附近之后特别是在是它这个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不断接近前高0.088附近之后，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阴线。这根阴线呢，我们可以把它看成这个标志性阴线，也叫悟空阴线。同时呢，我们把时间级别切换切换之后呢，我们通过合并 K 线看到了悟空阴线组出现了，8阶阴线组出现了。那4小时级别上，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就有什么呢？就有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的出现。以太坊对比特币不断下跌的情况下，那以太坊的价格呢，目前处在什么位置呢？目前它处在一个悬空的位置。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在前面行情当中，以太坊是领涨的，领涨它突破了几条线。第一条线呢，是从5月份波谷连线，你们看看图，波谷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在1580美金这个位置突破了。第二条线呢，是波峰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在1620美金这个线也突破了。第三条线呢有所交叉这条线呢是周线级别波峰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压力位。这个压力位呢，我们看一下4小时级别它是在1610美金，也发生了突破。同时呢，我们看到了行情突破了144日均线4小时级别的144日均线然后呢顶到了什么位置呢？顶到了169日均线的这个位置，高点1686这波反弹的高点1686顶到了169日均线的这个位置。但是呢，我们在之前行情分析当中提到了它上方重重压力，特别是关键点是在1650附近仅仅差30多美金不算差，因为这里面还含4小时级别的一个插针我们看实体部分基本上就打到了1650这个位置上发生下跌。那这轮下跌是什么时间级别呢？我们要看它的上涨时间级别是什么时间级别。我们看到了完全不构成日线级别它的这轮反弹微弱的反弹完全不构成时间级别它仅在4小时级别上做了2轮的4小时级别反弹。那么行情走到这里，我就对它有这个4小时级别对称性下跌的这个预期。4小时级别对称性下跌如果能够形成的话它会回到1400美金。同时呢，如果能够产生日线级别下跌的话以太坊的日线级别下跌呢，目前来看是已经出现了的。这根出现的阴线呢，标志性的阴线呢，是在8月19日的这个悟空阴线的这个位置上。那么目前行情处在8阶阴线的这个势力范围，如果它最终走出日线级别的下跌稀有呢，它的目标位是在1250附近。如果呢它出现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目标位是在1100美金附近。所以呢，别看比特币目前有机会出现反弹但是呢，以太坊目前仍然处在一个快速下跌的一个趋势上特别是在日线级别，特别是在周线级别。周线级别我们看到了悟空阴线了它意味着周线级别可能出现8阶阴线。那么现在位置是在8阶阴线上，就有可能出现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达到我们的目标位1100美金
啊，这是有可能发生的。行情总是围绕一个关键性的趋势线在走。目前我们看啊，周线级别波峰连线啊，这个关键性的趋势线啊，不断对以太坊的价格起到了压制作用啊，所以呢，从周线这个角度上来看啊，再走那么2-3周的话，有可能打到$1100附近。所以呢，对于以太坊啊来说，我们是做空的。同时呢，昨天晚间我们观察到啊，ETC 它的走势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啊，也就是凌晨1点的时候啊，它的跌速 ETC 的跌速是远落后于以太坊和比特币的。所以呢，我昨天啊让大家伙在没有做空的情况下啊1点半左右吧，让大家做空 ETC 啊，因为它有一个补跌的过程啊，同时呢，这轮行情我们看到了 ETC 啊不动则已一动，它猛劲儿的涨，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小时线的反弹啊，但反弹仅仅是反弹，我对 ETC 还是抱这个下跌的这个预期啊。为什么呢？因为它和以太坊类似的是啊，它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上涨西欧，所以呢，出现85的这根悟空阴线之后啊，悟空阴线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之后，虽然它有快速反弹，甚至是接近于前高啊，但是呢，在没有发生绝对突破之前啊，我认为它还有和以太坊类似的预期，就是周线级别下跌会出现。然后昨天的现货啊，我主要推荐了 STJ 啊，因为它是一个次新币种啊，次新币种出现之后呢，它有一个时间切换、方向切换的逻辑在这里面啊。昨天我在这个 VIP 群中和这个视频课当中也讲了啊，它是一个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啊，分别是悟空阴线、八阶阴线组、沙僧阴线和最后的唐僧阴线。日线级别下跌之后啊，不断的震荡，最终呢，它在次一个时间级别上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阳线。这个标志性的阳线呢有所反复啊，但是呢，最终没有完全跌破它的标志性的阳线，4小时级别的标志性阳线依然存在。所以呢，在比特币下杀的过程当中，在以太坊下杀的过程当中啊，它逆势的走出了一个它的8阶阳线。目前呢，它的8阶阳线依然存活，直到行情能够跌破0.065附近之后啊，8阶阳线才算被彻底消灭。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认为当前行情 STJ 所做的回调动作是对于8阶阳线的一个妖怪 K 线组。什么叫妖怪 K 线组呢？就是对8阶阳线构成的干扰性 K 线。那么在4小时级别上呢，我们就有预期到达$0.8附近啊。当然呢，你要在这个行情里面做一个止损。同时呢，这种次新币种在边平台的次新币种呢，非常容易走出什么呢？在这个行情下，容易走出一个逆势的对称性的下跌之后对称性的上涨啊，这是有可能出现的。下跌的过程呢是日线级别的，所以呢反弹过程有可能出现日线级别的反弹。如果能出现日线级别反弹啊，时间级别对称，日线级别反弹，它的目标位是在$0.95附近啊。所以呢，关注山寨一定要关注它的资金进出场的情况啊，热度情况。那 STJ 呢，它是有一个和Uni 的一个合作啊，所以在这里面呢，我是推荐做一些它的功课的。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淘宝、拼多多、抖音上搜索 K 线西游战法，然后购买我的这本书。同时呢，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关注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